有 Summer Palace 之称的颐和园，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避暑胜地，值得花钱游湖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y。颐和园的原名叫做清漪园，是清朝的皇家行宫和园林，原本是乾隆皇帝仿照江南景色兴建，但在八国联军时被破坏，后来由慈禧太后重建，并且改名为颐和园。因为保存完整，所以有皇家园林博物馆的称号，更在1998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我们是在 Klook 上购买了它独家优惠的颐和园通票，外加大门票和人工讲解的服务。导游在前一天透过 WhatsApp 联络我，集合点是北宫门的入口，入场时只要扫购票凭证的 QR code， 过了闸门找举着 Klook 旗子的导游就行了。每个人会现场发放一个耳机，导览结束时要归还。行程刚开始没多久，我们就面临到一个抉择问题，导游请大家表决是否要搭船游湖，因为需要另外付费。导游希望整团都同意才搭船，只要有人不同意就绕着湖走到对岸。当天的情况是有一位团员坚持要搭船，有一位坚持不搭船，后来不搭船的选择脱队，才化解了尴尬的场面。事实上搭船才是正解，原来乾隆皇帝当年带着皇后及皇太后就是走水路来颐和园游玩，透过游湖才能从皇帝视野看到颐和园的江南风情，所以我会建议不要为了省这40块人民币而错过了这个帝王级的美景哦。Klook 的人工讲解通常有个特色，就是英文讲一遍，中文讲一遍，但因为当天整团的人都听得懂英文，而且非华裔旅客居多，在大家都同意之下，导游当天就只提供英文解说。不过因为历史背景资料量大，有些还是听中文解说比较清楚，这点可以跟导游反映。行程里还包括当年慈禧太后所居住的乐寿堂，软禁光绪皇帝的玉兰堂，还有隆裕皇后所居住的怡云宫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她的寝室，从邀月门进去就到了金氏世界纪录里世界上最长的长廊，梁上的每一幅画都不一样，还有完全不使用钉子所建的屋顶，最后是需要很多想象力才看得出来的12生肖石，也是佛香阁的入口处。到这里人工导览就结束了。如果购买颐和园通票，佛香阁的门票是包含在 Klook 的票价中哦。导游说没有含在内，其实是错误讯息，害我们重复购票。虽然佛香阁需要爬很多阶梯，但从高处看颐和园的景是很美的。最上层有一座木雕的千手观音，是明朝1574年所制，现在都还是保存得很好。这整趟颐和园之旅，我们总共花了3小时都没逛完，所以建议大家多预留点时间逛颐和园。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